佳叶，我刚才看见你，怎么用血来浇花啊？请坐吧。那个叫长生花，必须用血液浇灌才能够开花。给你服用的药就是用长生花的汁液炼成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喝的都是你的血。你疼不疼啊？佳叶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？佳叶，我能跟你说一个秘密吗？说吧。其实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你们这个朝代了。他们都误认为我是冯昭仪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冯昭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了，他们在一次意外中身亡了。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到那个我的世界中。那我有什么能够帮上你的吗？我如果要回家，就要先找到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，那儿才有回家的路。莲花山大天坑？嗯，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一个女子是怎么去到那儿的？我以前一个人经常背包旅行的，我还是劲走健将呢，一天走个180里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行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。那你可要好好疗伤啊。疯了！我肯定是疯了！我怎么会喜欢上家业呢？那可是和尚啊！天哪！啊，我的小心脏啊！柳儿，娘娘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禅房看书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陈昭仪生了，是个男孩，而且晋升皇后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娘娘，您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不难过啊？我为什么要难过啊？我可没有功夫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。哎，柳儿，你帮我去做解阳素斋去吧。记住，要用真正的鸡鸭鱼肉来做，做成素斋的样子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傻呀！这是寺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吃荤啊。哦。来，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又劳了。家业，六根清净，众生平等。男人就是女人，女人就是男人，色即是空哦。味道真不错，比我以前吃过的斋饭都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我正愁怎么感谢你呢。以后我天天给你送饭。我看这个就不用了吧，每天都会有人定时给我送斋饭的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啊，不劳烦不劳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给你做。哦，
对了，明天我会离开寺院一段时间。离开寺院？皇宫里有些事情需要你去办。你的身体已经无妨，就是多注意静养。另外，就是要注意冷暖。行了，快吃饭吧。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好。快下雨了，你回去吧。嘿，娘娘，你可找死我了！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饿了。去啊！妙丽，朕来看你了。你的病已经好了，谁的医术这么高明啊？是迦叶大师。迦叶，朕以为他只是会点法术，没想到他还懂医术。也许，他恰恰只会治我这种病而已。妙莲，你生病这段日子，朕甚是牵挂。既然你身子已经痊愈了，明日就回宫吧，朕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宫了。朝阳宫现在空着，就等你回去呢。你已经有那么多美人陪着你了，也不少我一个，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宫了。爱妃啊，你是不是还在责怪朕啊？朕会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的。你会怎么好好对我？让我当皇后吗？我可不想当你的小老婆，被皇后和八美人之类的欺负。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一再的逞口舌之力。怎么，你又要打我，还是杀我，还是把我关进冷宫？这不就是你的宠爱吗？朕现在让你回去。我不是冯昭仪，我不回去。你不是冯昭仪是谁啊？备车，接冯昭仪回宫。